俄罗斯接连发布两大危险信号，内忧外患之下，普京需要一场大的胜利。大家好，我是薛运华，欢迎收看运华观点。今天我们来聊聊2天之内俄罗斯宣布两大危险信号到底有何原因呢？俄罗斯就传来了两大危险的信号。前有刚上任的俄军总指挥苏洛维金在自己的首次对外声明中表示，赫尔松居民正在撤往俄罗斯本土，俄军有可能会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。后则由普京在次日宣布，刚刚公投入俄没多久的顿涅茨克、卢甘斯克、赫尔松和扎波罗热4个地区进入战时状态。这两件事情接二连三发生，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俄乌战场上要发生大事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也是自2战以来俄罗斯第一次宣布进入战时状态。虽然现在俄罗斯还没有正式对乌克兰宣战，但不得不说，这真是再鲜明不过的战局升级的信号了。而乌克兰和美国对此的回应也很耐人寻味。乌克兰表示这毫无意义，因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乌克兰就已经处于战时状态了。拜登则表示，普京终于发现自己的境地有多么困难了。显而易见的是，无论是美国还是乌克兰，他们都非常乐意见到俄罗斯亲口宣布战况升级这一幕，或者说战况会走到现在这样不可挽回的境地，背后完全就是因为乌克兰及其背后的西方国家的大力推动，只是因为他们相信能够把俄罗斯拖死在这场消耗战里。只不过美国想拉着俄罗斯打消耗战，普京却不一定想继续陪着了。8个来月的俄乌冲突，美西方对俄疯狂的制裁，让俄罗斯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。外患不用说，联合国不久前才通过了一份谴责入俄公投的决议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始终没有停止过。可以说，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，敢站在俄罗斯身边的只有少数国家，而乌克兰却在北约的支持下丝毫不见后退的迹象。波兰等国更是在边境虎视眈眈，随时都有可能加入战场。内忧则更加危险，因为西方国家的制裁，哪怕俄罗斯拿起了能源武器作为反制，经济不至于被一举打垮，但国内的生产状况依然不容乐观。尤其是一些先进武器的制造上面，由于部分零件需要从西方进口，而现在已经无法制造以及修理了。这也是最近伊朗无人机在俄军中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，成本够低，零件也够低端，这才能够大量投入使用。除此之外，俄罗斯动员来的兵力状况也不容乐观。虽然目前有20多万新兵上了战场，但是他们还没有多少经验，仅仅经过了简单的军事训练就已经投入前线。最近不断传出来俄军新兵闹内讧、新兵死在前线等负面消息，让这些新兵的家人乃至于其他民众十分不满。可以说，俄罗斯内部也正酝酿着一场风暴，只等一个机会就要全面爆发。如果普京随了美国的意，跟随乌克兰继续打消耗战，俄罗斯很有可能会先一步乱起来，而这绝对是普京不能接受的。他需要一场大的胜利，不说奠定战局，起码也要稳定现状。撤离赫尔松居民恐怕就是这场大战的前奏，不能排除俄军在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。当然了，也有人说俄军是为了保证有生力量，准备留给乌克兰一座空城，才开始撤走赫尔松居民的。只不过俄军在哈尔科夫、红利曼的撤退，恐怕也是俄罗斯内部不满的根源之一。如果连刚刚公投入俄的赫尔松都要放弃，那么恐怕普京要有大麻烦了。今天这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